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，星期四，欢迎大家参加每日财经观察直播2的节目啊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：房产税今年会上人大政协两会吗？这个话题其实去年、前年啊都在两会之前引发过这个话题。那么大家很关注，因为全国人大有立法计划啊，这个立法计划是排在全国人大有一个立法的规划啊，在那个清单里面。那么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件事情啊，特别是买了房子的人啊，最关心房产税什么时候出啊。我们这个题目呢，我们今天不讨论什么呢？房产税合不合理的问题啊，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这个议题。那么网上也有很多讨论啊，那么我觉得不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在这个语境下没有太大的意义啊，所以我先说新闻啊，先说全国人大的这个立法计划啊，全国人大有一个法律工作委员会。叫立法工作委员会，其实是立法工作的委员会。人大的立法工作委员会简称法工委啊，法工委经济室的主任啊王瑞鹤，他就介绍人大的立法计划啊，全国人大就是中共18届三中全会，那么审议通过了一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叫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。这个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点，开征新税种要经过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啊，税收法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对现行的税收条例要全部上升到法律啊，有条例有法律啊，第一个就新的税种全部要过法律啊。如果是成为法律的话，就必须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才行啊。那么现有的条例全部都要上升为法律啊。那么第三点啊，就是税收这种法律原则的这个改革，力争在2020年完成啊。大概是讲这3件事情。那么呢，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啊，制定了一个立法计划啊。这个立法计划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、增值税、消费税法、消费税法、资源税法、房地产税法、关税法、城市维护建设税法、耕地占用税法、车辆购置税法、契税法、印花税法、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啊，这是全国人大的这个立法的这个规划啊，就是针对这个税收条例必须变成法律啊，条例变成法律，还有一个就是新的立法啊。那么12届人大期间制定了什么呢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啊，到了18年，那制定了反正呢，现在它的税收的就是现在所有的税法的这个修订和新设置呢，做的七七八八了啊。什么像契税法征求意见稿啊已经出来了啊，印花税法草案已经交给国务院了，增值税法草案和消费税法草案现在正在提交意见啊。那么已经修改了什么呢？修改了这个耕地占用税法、车辆购置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，然后去年制定了资源税法，然后对契税法和这个城市建设税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啊，大概是这样。现在把这些一捋下来了，发现呢，现在好像大项里面只剩下了房地产税法。那么整个计划呢，应该在今年完成。如果在今年完成的话，理论上是不是今年就要把房地产税法交给两会审议呢？啊，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关键，因为你既然已经有一个立法计划啊，立法的这个规划，
那么今年又是最后一年，所以大家会问这个问题啊，问这个问题。那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的主任啊，立法规划室那跟他正对着，叫岳仲明啊。他说呢，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安排，有关方面正在起草房地产税法的草案，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，啥都没说啊。然后呢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宗清啊，讲了三四点啊。第一点就是房地产税法，主要是要提高这个直接税的比例啊，增加财产税啊，强化地方主体税种，这是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，但呢，房地产税不能说占有房子就要交税啊，应该是对占多套的、不用于自住的、等着炒的人啊增加负担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房地产税尽管不是调节房价，但它对房价对市场肯定有影响，所以要考虑出台时机啊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房地产税是个地方税种啊，所以房地产税即使出台，何时开征，什么税率征收，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充分授权的原则，地方政府应该有很大的选择自主权啊，这是尹宗清的说法。那么他也没有说今年上不上啊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房产税。房产税它成为一个议题，它有两个背景啊，第一个背景，趋势性的背景啊。房地产之前，在我们讲2018年以前啊，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什么市场？是一个增量市场。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，房改就是1994年房改，由这个单位分房变成大家去市场上买房，就住房制度改革。那么中国出现了一个房地产市场，大家都去市场上买房，市场上的商品房很少啊，永远都不够，所以房价一直在涨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进程。然后慢慢的到了2000年附近的时候，中国发现城市的房地产有点后劲不继啊，就开始干什么呢？开始城市化啊，城市化从1998年提出来，99年开始落实，2000年开始全大规模的进行城市化。所谓的城市化其实就是中小企业、中小城市扩容，然后呢特大型城市逐渐形成，然后主要的人口来自哪里？来自农村，就让农村人口进入城市，这就叫城市化。城市化呢，刺激了大量的房屋的需求，就是这两样东西。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一路涨了20年，大概是涨了20年啊。然后呢，各个城市都一直在涨嘛，那么大家都在盖房子，一直在盖房子。那么，所以过去20年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什么市场？增量市场，不断的增长，因为供不应求。到了2018年，统计打开一看，人均拥有住房已经达到了每户拥有住房已经达到了1.1套住房。那么房地产的增量时代就过去了，这是一个大背景，就是存量时代进入了存量时代。那么西方国家像美国、像欧洲，他们都已经早就进入了存量时代，它不是增量时代，因为城市化已经早就完成了啊。那么进入了存量时代之后呢，开发的环节的税收跟土地出让金就开始逐步的减少了，因为你不需要盖那么多的房子啊，因为城市的人口不是，它就是按照自然人口的增长了，那么需求就没那么大的了啊。
那么原来是一个就是交易建设环节的税收，还有土地出让对地方政府非常重要啊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38%来自于土地出让啊，占非常的大。但是呢，当你增量时代一结束，进入存量时代的时候，房屋需求就没那么多了。房屋需求没那么多的土地出让的这个金就会减少啊，那么地方财政困难啊，这是第二个背景。第三个背景还有一个背景，很重要的一个背景，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现象啊，政府在城市里面，它一方面呢要把土地呢开发啊，收集土地啊，然后把它弄好，弄成地块，然后卖出去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？现在的情况就是政府由于这个开发成本越来越高，政府叫什么叫这个征地开发卖出去，已经他所付出的成本已经比他卖地的成本要高了，意味着什么？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了啊！土地财政难以为继，就卖地已经不挣钱了啊！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70%了啊，也就是说，大规模的来自农村，从农村大规模进入城市的这人口会越来越少，所以这个趋势性的背景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。短期性的背景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地方政府财政困难。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，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困难，是非常困难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城市现有的运营模式难以为继。就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中国的城市的运营啊，依赖什么？依赖政府啊。那么政府呢？政府是吃大锅饭。什么叫大锅饭呢？就是这个城市有一本账啊，这本账有所有的钱放到这个账上，然后呢，就根据这个城市轻重缓急往外分钱。那么有些地方呢就分得多，有些地方分得少啊。那么有一些稳定的城市需要提供稳定公共服务的服务品，它的资金得不到保障啊，经常得不到保障啊。你比如说医疗，你比如说教育，比如说社保等等啊，这些经常得不到保障，得不到保障，这个城市运营就会出现困难啊，出现困难。那么其实对于地方政府来说，维持这种公共服务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地方政府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起支撑作用的税种，维持它的公共服务。因为地方政府的税收现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，这是短期的背景啊，短期的背景。那么我们讲讲房地产税啊，到底能不能出来呢？啊，或者是房地产税出来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出来啊？我总结了一下，有3个条件啊。第一个条件就是城镇人口和人均居住面积得达到一定的规模，就是说中国的城市人口，当然城市人口我们不谈了，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啊，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城市人口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城市人口它拥有的住房面积也得足够的大，你否则的话你税基不够，对吧？你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2.5 平方米，那你征什么税？不用征税了，征税的成本都没有征来的税高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人均收入啊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超过房价的速度，或者是就是说房价收入比降低啊，它才能承受得起什么呢？承受得起房产税。
如果这个居民他承受不起房产税也没有用，所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超过房价的收入，因为你房产税是根据房价做啊，所以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啊。第三个条件就是存量时代要来临，那么存量时代，房地产存量时代的来临，对地方政府来说呢，它就有足够大的动力来推动这件事情啊。如果地方政府不推动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啊，这个事情不会，因为这是地方税，中央政府不会积极推动这件事情啊。那么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这件事情，才有可能面世。那么房地产税它需要什么条件呢？真正是你说房地产税，我们说我们以今年来衡量，今年房地产税有没有条件出台，有没有条件上会啊？我们叫上会啊。我认为是没有条件上会的。为什么？我认为房地产税出台必须有2个基本条件。第一个基本条件，经济必须是处于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，因为房地产税会冲击是蛮大的啊，冲击蛮大的啊。那么你经济运行不平稳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出房地产税，我觉得不合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房地产市场要稳定啊，房地产市场你要是不稳定的话，那你这个时候出房产税对市场的冲击是非常的大啊，非常的大。所以目前这个情况，第一，经济形势相当恶劣，对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可能出房产税？现在我们在讲什么呢？现在还在讲什么？叫什么？降费减税，都在降费减税，怎么可能出房地产税？不可能。虽然财政非常的困难啊，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，但是你想一下，一个房产税从推出到它真正的开始有钱往回跑，然后它对这个政府的这个支出产生正面影响，它需要一个过程，我们叫远水解不了近渴。现在地方政府就很困难，你救不了急。这是第二个情况。第三个情况，房地产市场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现在开发商减价卖房，基本上在倾销的感觉啊。我今天上午我们之前的节目讲对比了一下昨天的节目啊，讲现在房屋面积增加60%，房屋面积销售增加60%，可是销售金额只增加6%，什么意思？房价跌了很多很多地方在低价卖房，否则怎么会面积销售增加了60%，金额只增加6%？所以现在是一个这样的市场形势。那你再上个房产税，房产公司现在在生死存亡的边界，尽量赶紧卖房，我要不资金链断了，你再出个房产税，那房地产市场的杀鸡取卵不可取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今年肯定不会推出房产税啊，今年肯定不会出房产税。其实房产税需要条件啊，一个是人口普查、住房普查、房屋界定、房屋属性的界定啊，建立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的这个登记系统，然后完成房产税的税制改革。房产税其实房地产的税收环节大概有10个税种，那你不能重复计税啊，你房产税是一个持有税，中间环节有跟持有税有关的东西啊，有很多，所以你不能仅仅是推出一个房产税，而是一个改革整个的和房产税有关的税种，把它统一不重叠啊。还有一个你要建立一个什么呢？评估机制啊，还有就是等等吧，这些条件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做完，你才有可能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出房产税，这种房产税才能够对地方政府有帮助，否则也是没有用的啊。
所以大体上来说，哎呀，我这里还有好多，我今天准备了好多啊。影响是什么？说个影响吧啊。如果出了房产税，对房价有没有影响？一定有影响，一定有影响。为什么？它会影响持有成本，第一个，第二个会影响市场情绪，第三个对投资的需求是一种抑制，就这三个。所以房地产税出台一定对房价有影响，影响多少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于税率啊，取决于征收模式，就要看它到底怎么个征啊，这征的重还是轻啊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，有的是说自己住的那套就不征，然后就多出来的那套才征，等等很多说法，你要看怎么个征收模式啊，影响都还是蛮大的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就讲这么多。其实今天好多新闻，好多新闻我都想讲，都影响蛮大的。今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维吾尔政策法案，影响很大啊，这是一个影响啊。你看，台北法案过了，香港法案过了，现在是维吾尔法案过了，跟着来的是西藏政策和支持法又要过啊。这美国现在开始美国国会反正就是在各种弹药开始准备啊，全部为这个政府准备好各种各样的弹药啊。这两部法案都可以调用马可尼茨基法案，就是制裁相关的中国官员啊。这是一个新闻，这个新闻影响很大啊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 ，FBI 今天又抓了一个华裔的教授啊。克利夫兰临床医院心血管遗传中心主任，这怎么读啊？这个是王琴吧，应该是读琴吧？被控这是司法部今天宣布啊，他被控电信诈骗和虚假陈述，就是没有告诉美国，告诉当局他参加了千人计划。千人计划又抓一个人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360万的美元的拨款啊，他是甘肃人，现在呢他是千人计划，他现任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，长江学者，然后是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，华中科技大学人类基因研究组研究中心主任。他原来是克利夫兰临床医院心血管遗传中心主任啊，就抓了一个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什么新闻呢？台积电明天会宣布在亚利桑那投资应该是120亿美元建一个5纳米的芯片厂，这个芯片是应该是目前最先进的了啊。星期二台积电的董事会上做的这个决定啊。那么最早会在2023年投产，美国的商务部和国务院都参与了这个计划。那么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、体积最小、速度最快、效能最高的芯片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啊。台积电是什么？以前我们看这个中国的那个叫厉害了我的国啊，讲了好多啊，厉害。其中有个词儿用的很好啊，我觉得用的很好。什么词儿呢？国之重器啊，国之重器啊，就你看那个节目里面有好多一个挖掘机，好大的挖掘机，然后这是国之重器，这个什么这个国之重器讲很多，那台积电才是国之重器。它国之重器，它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把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厂子投120亿美元在美国修厂盖厂子啊？原因是什么？当然是安全啊，安全啊！你想想，把厂子盖在美国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了，对吧？台湾现在不安全，两岸万一打仗怎么办
啊，打仗怎么办？所以这个，但是台积电要把厂子修到了美国啊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要保护台积电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几个都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啊，跟中国有关系。那么台积电把厂子修到美国，那么它跟华为的关系最后会怎么样呢？那大家想一下就知道啊。所以它跟华为最后会往下走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，大家就清楚了，好吧？还有一个新闻是什么新闻呢？就是今天川普放炮了啊！今天川普放了一个很大的炮，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在讲啊，讲这个，我们也讲一讲，因为不讲不行，这件事情太影响很大。他讲了一系列的话啊，其实他是接受福克斯的采访啊，那他说对中国很失望啊。那么当然这个话都讲了很多遍的了，但是他讲了一个他当时话赶话，其实有点话赶话。他说这个我们可以切断一切关系，然后他再补充了一下，他说切断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省5000亿美元啊，5000亿美元，5000亿美元的意思就是美国现在对华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，那我们就省了5000亿美元。那5000亿美元你不给中国，那给其他国家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是他这个话就说的非常的重啊，迄今为止，川普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，说要跟中国切断一切关系啊，这是一个信号啊，信号。然后他就说啊，这个那你怎么跟中国说啊？他说，哎，我现在不想跟他讲话，我不跟他讲话啊，就说他倒没有说，他是说我不想跟他讲话啊，他倒没有说他们关系不好啊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些那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中国在纽约上市啊，在纽约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。然后他开始说，他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，那么中国上市公司没有遵守会计规则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再又提到了这个联邦雇员退休基金 TSP 啊，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事儿啊。他当然推卸责任，他说这个是奥巴马任命的人啊，说我们看他有没有要求他们不能够投资中国证券市场。但其实这个事儿呢，跟这个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没什么关系。其实跟谁有关系？跟摩根斯坦利有关系，因为 TSP 是跟什么呢？跟摩根斯坦利的这个 MSCI 全球指数的。摩根斯坦利的全球指数把中国股市纳入到全球指数里面，他这个基金是追这个指数的，那当然要买中国股票。所以问题不在这些基金身上，问题是在摩根斯坦利身上。找这些基金算账不公平，你得找摩根斯坦利，你得把中国的股市从 MSCI 里面剔出去，这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。你找个别公司说你不能追这个指数，那你追哪个指数？你给我一个指数。它是个基金嘛，它基金得找指数来追嘛，否则它一个个去，那就成本就太高了。所以现在大量的这个基金都不自己去选股票，他根本选不过来。所以在这个问题，你说全球股市，我这个基金是投资全球股市的，那你让我一个个去研究全球股市，怎么可能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只能追某一个指数，比如说摩根斯坦 MSCI 这个指数，我跟着他把那些放进去，我只是在里面挑几个指标不错啊，我就就是他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他不会跟的那么细的啊。所以其实问题不在于这些基金，而在于摩根斯坦利啊。我们今天大体上捋一捋川普今天的讲话吧对中国说狠话，说重话啊，这是川普今天的特点。
说很多重话，就跟中国切断跟中国的联系，就这个姿态非常的高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不想碰贸易协议这个话题啊，主持人在都问他，他说我不想提这个话题啊，不想提这个话题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开始关注资本市场了。开始关注资本市场，这个资本市场可能是下一个的议题，因为现在开始大家的话题在往那边转。那这个我觉得中概股这个雷估计得差不多该爆了啊，该爆了。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我觉得川普之前我说川普的态度暧昧，我觉得现在尽管他说重话，他态度还是有点暧昧，还是没有正式表态。他想干嘛？他到底是想开刀还是执行协议？他没有表态，没说这个话题，没说这个话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还要暧昧。暧昧什么意思呢？还得看中国表演一下吧。就是我上个节目说的这个川普是想暧昧，有可能他是两个可能性仍然存在，就是尽管川普今天放了一炮，这一炮大家打开看一看，其实都是发泄情绪，没有真正的政策宣示，没有政策宣示，没有政策宣示，说明他还要继续暧昧下去。我认为是这样，所以目前中美贸易协议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，目前仍然没有方向，这件事情仍然不明朗啊，仍然不明朗。就算川普出来讲了这一堆话，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想干嘛，好吧？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。第一个就是总结一下，第一个关于房产税，我认为今年是不可能出来的，上两会不可能，今年不可能出来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就完全和现有的经济状况、房地产市场的状况和经济形势完全不匹配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针对中国啊，美国现在有一系列的动作啊，包括千人计划又抓了一个人，台积电跑到美国去盖工厂，那台积电和华为的关系就应该有一些变化啊，这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这个维吾尔政策法案过啊，今天参议院过，然后马上又要出这个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，这两个法案都会调用马可尼茨基的法案，就是制裁相关的中国官员啊。这就是目前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新闻比较多啊。真正的台积电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啊，真正的能够影响和改变什么？改变一个局势才叫影响重器。你想一下，美国为什么保卫台湾？跟台积电是有关系的啊。为什么？美国的导弹、美国的飞机，他们的芯片很多都是台积电生产的啊。当然他要保护它，当然保护台湾有很多原因啊。美国要保护台湾肯定有很多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我讲跟台积电是有关系，这才叫国之重器，它真的会影响美国对台的政策啊，影响两岸关系的这个天平的取向啊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。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，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。提一句话啊，就是请大家参加我们的直播呢，不必等系统通知、平台通知啊。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都固定啊，大家在节目的下方可以看到，直接到我们的
频道的首页来就能够看到，也可以关注我的推特号和脸书号。那么我会提前10分钟左右把我们直播的链接发到这2个平台上面去，大家关注我的号能够收到通知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，进入互动之后，请大家不要聊天，3个情况、观点、问题啊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，鸣谢一下，Zack 王，谢谢，请王老师喝印度奶茶，好，谢谢。Carol 菜，谢谢，今天终于看到纾困金到账了，开心，请王老师吃我最喜欢的上海生煎馒头和咖喱牛肉汤，谢谢。王老师每天直播，答疑解惑，给予很多帮助，也得到很多的鼓舞，要做更好的自己。谢谢王老师，真心感谢，谢谢你啊。Catherine 华，谢谢。今天澳洲在线入籍过关，恭喜哦，开心。听课2个月以来学到很多，以前虽然肉身翻墙还算小粉红，谢谢王老师开启明智，谢谢你，恭喜你了，恭喜恭喜。阮光能，谢谢谢谢啊 ，Wilson 哈，谢谢。多伦多的唐先生非常支持王先生的节目，唐先生请王先生喝一杯浓浓的加拿大 Tim Hortons 咖啡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唐先生，谢谢你 Wilson 啊 ，Sean Roy 这怎么读 Royal 嘛，谢谢啊 ，Sean 谢谢。姥姥王，谢谢啊！国之重器一直误导中国人民，什么都要最大的，那最高的那个就代表先进，大而不当，何其之有啊！是这样，那芯片小才值钱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。观点：房产税近期推出和执行不大容易，毕竟拥有多辆房产者基本都是体制内既得利益者。这个群体既不愿意承担房产税，更不想公开自己的房产，除非统治者万不得已，非要撕破脸皮，无路可走，才会拿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大量开刀动手术。从这个角度讲也无不可啊，无不可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出一个政策的话，你说的这个因素会考虑吗？一般来说不会考虑。体制内的人会先动手把房子卖啊，房子不是不能卖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可以卖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合适，赶紧卖呗，是吗？观点：房产税是地方税种，预测下结果，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越可能倚重，越发达的地区越看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税和间接税，地区差异会越来越大。题外话，其实中国也许应该实施地方自治，有助于激发活力，联邦制是个选择。中国都是伪自治啊，本来中国的宪法是地方自治啊，它整个国家机构、国家设置是地方自治啊，那只不过它没有实现，它没有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去行事，就是这样啊。观点：房产税雷声大雨点小，官员是拥有房产最多的群体，涉及的利益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，就如阳光法案一样，利益才是他们灵魂交流的唯一通道。我觉得你们这样去判断这件事情呢，我不大同意啊，我不大同意。房产税它有它的需要，我刚才节目里已经讲过了啊。那么地方政府官员也好，权贵也好，他们拥有的房产很多啊，这没有疑问啊。但是他们拥有的房产会不会影响这个政策呢？我觉得是不会的。为什么？你们忘了一点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哪一点？赵家人除了老大都是奴才。赵家人尽管你是赵家人，除了老大全部都是奴才，没有区别的。
对上面那个人来说。所以权贵又怎么样？权贵也是奴才啊，他真不是主子。所以你有再多的房产又怎么样？要推行这个国家需要推行这件事情，所有的人都得服从。所以其实在中国的真正的悲剧是什么？在中国真正的悲剧才是这个，就是你别以为你拥有的就是你真的有的，那是放在你那里，那是党放在你那里的，不想放这里拿走就拿走了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，你别以为我在这个位置比你们高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区别。主子只有一个，除了这一个主子以外，全是奴才。记住这个道理就是了。所以你说这些官员也好，权贵也好，他有房产很多，所以他阻止这个房地产税的出台，你想多了。他想阻止的渠道都没有，你想想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小粉红，我就特别要跟小粉红说一句话啊，小粉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之下，主子永远只有一个，其余都是奴才啊，其余都是奴才，没区别。奴才什么概念？就是两样，奴才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两个，第一，身不由主，就是身不由己，就是你自己控制不了你自己，就是你的身体是国家的，国家想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管不了自己的身体。我们从计划生育就可以知道，其实你连生育的权利都是国家想给你几个就给你几个啊，或者是现在反过来，你想生一个还不行，你还得生俩，就这个意思。这是第一，身不由己。第二，你所有的财富都是寄存在你那里的，那都是属于国家的，国家想什么时候拿走，他就什么时候拿走，你拦都拦不住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奴才啊！所以我跟小粉红讲一下，你一定要看清楚，大家的处境是什么。其实不管你当厅长、省长、政治局委员没有用，主子只有一个，其他全是奴才，说打下来就打下来，不喜欢就打下来啊。所以这个问题，我觉得，我不大同意刚才那两位网友的意见啊。情况，政府为了让老百姓买房子，想尽心思，特别是对于未婚大龄青年来说，有一套独立婚房是一个标配，媒体也大肆渲染，电视剧以高富帅人物作为形象啊。相亲市场的大妈大爹们都以电视人物为参照标准，可实现生活中这种的人又有几个？观点，这种价值观真的是害人害己。没有感情的婚姻，就算有钱有房，也是一样会离婚。说得很对呀，观点很认同王老师的观点，房产税应该出不来，但是空置税可能会提上议程。现在地方这么困难，中央要给地方一些甜头。不会出，为什么？空置税事实上证明，这种征收是很困难的啊，征收很困难，也征不了多少税，对地方政府帮助不大啊。情况，昨天和澳洲朋友聊天，发现现在由于中国和世界关系趋势走低，导致很多华人圈的朋友关系分裂化。周围华人协会很多，这些协会负责人朋友圈几乎都是反欧美，但他们是拿着澳洲福利和工资，甚至部分人在澳洲政府和部队工作，他们是小粉红。目前世界局势尖锐化的趋势下，这种群体是否还会存在很久？因为觉得这种群体破坏了当地的氛围和平衡。我在未来真希望国外成立一种政策和条规，来过滤这种人移民。我们有2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。
有2点很重要。第一点，小粉红也罢，他们反欧美也罢啊，这个他们有没有犯法？如果他没犯法的话，这是他的权利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。他在澳洲也好，在美国也好，在欧洲也好，这些人移民到了国外，他心系大陆啊，他思想仍然生活在墙内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我们应该允许他这么做。为什么？这是他的权利啊，这是他的权，他是他的公民权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墙内的思维来对待这些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些人一大部分，我认为一大部分他是有一定的功利性的啊，有一些人是真的自干五啊，这个没有疑问，我认为是真的。但是跟着起哄架秧的这些人，有一大票人是趋利的啊，是有逐利的，想着在国内保持跟国内的关系啊，国内有机会能够挣钱，我就跑回去想办法挣点钱，所以跟国内保持关系。那当然，他生活的这个状态，他的语境啊，接收信息的来源可能都是来自国内，所以他身在墙外，心在墙内，很正常。啊，这我觉得很正常。但是如果形势发生了变化，国内的经济不好了，没钱挣了，然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了，这些人的看法也会变的啊。你看吧，再过2-3年啊，这些人会少很多的啊。观点：日本房地产分为对土地和房屋拥有所有权，30年可续约借地形式，每年需要交固定资产税以及都市建设税。美国需要交房产税，前提是房屋土地是永久产权。中国人民对房屋和土地拥有使用权，政府征税敛财向西方看齐，最后承担的负担却是普通老百姓。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啊。中国的房产税当然法源不成立啊，法源不成立的原因是很多啊，有很多我们可以讲很久，但是就是一条啊，我们只讲一条，就是政府收了很多的税，包括现在的房产税啊，但是政府没有提供合格的、公平的公共服务品啊，包括医疗啊、教育啊等等啊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政府是做的在全世界排名排的最后的啊，做的很差啊，做的很差，这是没有疑问，我们不在这里展开啊，好吧？提问：台积电美国设厂对台湾本岛有什么影响？对于台湾本岛肯定有影响啊，他跑到美国去设厂，那他配套厂也要跟着去啊，那么会带走一批配套厂的。那当然配套厂他不可能，他在这边的厂子还在的话，那么这边的厂子也要配套，那可能是配套厂跑到那里再去开一个新的配套厂给台积电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台湾的需求更多了呗，生意更好了呗，能挣更多的钱呗啊。提问：首先谢谢王老师精准的分析。提问一下，如开征房产税，地方政府地价应该有所调整吧？没理由重复收税吧？卖地和收税同时进行吧？不需要过渡期吗？谢谢。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谈过啊，卖地和收税不是一件事，不是同一件事，但是他们是有重叠，他们是有重复收税的部分，所以我是说，中国要调整它的跟房地产有关的税种，应该重新梳理一遍啊，防止出现重复收税。有没有过渡期我不知道啊，有没有过渡期我不知道，没看过那个税啊，没看过那个税的条目啊。观点：一个家要保持干净、整齐、清爽，家里的每个成员在家都能够轻松、愉快、舒适，是家里女主人的职责。但是许多妈妈在家里
动辄训斥孩子不懂事，责骂老公无能不会赚钱，什么情况？却不会反省自己，把自己的主妇职责做好，只会和朋友攀比，买化妆品、衣物、奢侈品装扮自己，这真是女性的堕落。我只是说身边的一种情况，不能代表全部。妈妈是教育下一代的人，也是给老公做好大后方的人。现在一味鼓励女人独立赚钱、高消费，真的不对。你说的都对啊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是问题是你把所有的女人都得罪了。是这样啊，我也认同啊，就是一个家庭，每个家庭成员对这个家庭都有责任和义务啊，要为这个家庭做贡献，包括爸爸妈妈和孩子，孩子也应该有贡献啊。如果只是说我们提供个生活场景，那是不行的啊。我们是在有机的家庭是个什么？家庭是一个家庭成员有机的在一起互动的一个组织啊，有机的。什么叫有机的？就是这种功能是互相协调配合的。就是说，丈夫啊出去挣钱也罢啊，太太在家里料理家务也罢，其实他们是有机的结合啊，有机的结合。那这种有机的结合，就是每个人要尽量的完成自己的职能部分，那么有条件的就帮对方兜个底啊，这就是有机的关系啊。这种有机的关系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啊！如果我自己连自己的职能都完成不好，那当然对方肯定是不高兴，因为大家生活在一起，所以要让家庭和谐，我们应该建立这种有机的关系，然后相互的促进、包容，也要包容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每个人都有能力边界。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啊，要包容对方的缺点和错误，但是也要促进对方的成长。成长跟年龄没有关系，每个人都需要成长啊。所以家庭是大家生活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生活，我们在这里成长，我们在这里实现我们的价值啊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大家应该爱惜啊，珍惜对方，珍惜每一个成员。女人该不该独立挣钱？我觉得无所谓，其实不重要啊。女人该挣钱，还是女人该在家里做家务，还是应该女人出去挣钱，男人在家做家务？我觉得都不重要啊。重要的是你们是不是能够找到适合的相处模式，就是我说的有机的互动啊。这种有机就是找到一个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就好了。情况现在墙内完全是互联网文革，有一点事情网民就拎出来批斗，理性的人已经不想也不屑开口说话和发表观点了，这是最可怕的。现在墙内真的是其实也不完全是网民啊，这里后面后面有个什么东西呢？后面就是有这个引导啊，有各种引导在里面啊，就是我们叫舆论的管控，舆论的管控在发挥作用。那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推特上有人说啊，凤凰网就把芳芳和那个谁在怼芳芳啊，芳芳在反怼啊，反怼谁忘记了，大家有没有人看到？凤凰网把他们两个人放到这个网页上，设了一个投票，让大家来投票。你觉得结果是什么？结果芳芳一定输啊！你想一下，对吧？你想一下，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，芳芳一定会输啊！为什么？那小粉红肯定是成群结队的去啊，是不是？芳芳肯定是输掉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凤凰网的这种意图啊，这种意图引导的这种意图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国内的墙内的这个氛围就是一个这样的氛围啊。提问：国内不把网络市场打开，视频市场
不和油管竞争啊，网购不和亚马逊亚马逊竞争，新闻就更不说了。需要管控言论不是封闭市场的理由，但为什么世界各国允许中国的企业流向世界，特别是国外媒体不能在中国做媒体？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。美国市场开放，全世界都能到美国来做生意啊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，办报纸也行，办电台也行，办电视台也行啊，加拿大都不行，加拿大都有限制啊。那么美国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市场啊，那么但是中国不同，中国不行，所以呢，你看到的情况正好是反过来，就是很多的中国的企业把它的触角伸到了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，但是他不让别人到他那去做同样的事情，那你觉得后果会是什么？后果肯定是这东西这件事情会持续久吗？肯定不会嘛，所以这件事情会被拿出来讲，最后会，所以美国现在给中国的记者的签证3个月，就这个原因了。慢慢的，我觉得慢慢的这情况会发生变化啊。那当然，这里面涉及到什么？这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体制啊。美国它市场开放，这是它的经济体的竞争力的表现啊，它也是因此而有竞争力。如果美国不开放市场，美国这个经济体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，就是因为它开放，这个经济体是开放的，它才有这么强的竞争力啊。那么中国不开放市场，当然他认为很多市场很敏感，他都不开放，所以他出口品越来越差了，这竞争力越来越弱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这些啊，就不开放市场，它市场效率低啊，它慢慢的东西就越来越贵啊，就这个原因啊。短期之内会见到好处，但是长远是没好处的啊。提问，王先生早。美国追责法案希望免除中国主权豁免， CCP 干了这么多年坏事，美国为何这次希望免除主权豁免？我感到奇怪的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什么情况没注意到吗？还是美国自身有什么顾虑啊？是这样啊，主权豁免这件事情呢，是全世界的惯常的做法，就是全世界都会豁免其他国家的主权，这是一个惯常的做法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有人去告中国政府，那么所以呢，参议院也好，众议院也好，就提出一个法案，应该是参议院提出一个法案，获利法案，就是要免除中国的这个主权豁免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些告的这个案子才能成立，否则的话，联邦法庭是不会受理这个案子，因为主权豁免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啊。那么之前发生过，就是911的事件的时候，发生过一个主权豁免这样的，免除这个沙特的主权豁免，那么真的是去告了啊。那么这次也是一样，就是说这次也有参议院也提出来，是不是就这个案子免除中国的主权豁免？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法案通过的话，那中国政府会被美国人民告翻的啊，那就真的是外汇储备不够赔的了啊。情况，我的初中同学里，当年成绩比较靠后的同学，后来都回去当老师了；成绩好的同学，都可以上更好的学校，找到更好的工作，不会去做老师。这样的情况带出来的学生，你的意思就没那么优秀是吧？他这样，状元的老师呢，就一定不是状元，对吧？一定是不是状元，但是他带出的学生还是会考状元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所以不一定的啊，不一定的，因为他当了状元，他就不会去当老师了。所以所有的状元的老师都一定不是状元。情况，去一些商圈，去一些商圈逛了一下，餐饮已经有些客人了，不过不多。旅游恢复遥遥无期，本人在云南旅游行业，公司复工又停工，裁员一大半，
并提倡没裁掉的人去抖音带货。我认为直播带货妥妥的低端产业，大家都去集中摆摊，基本是浪费时间，不如趁着有时间集中学习新技能，提高一下自己。是现在旅游行业是非常的困难啊，非常的困难。现在带货的人非常多，你看一下那个朋友圈就知道，一大票的人都在，到处都是带货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点别的。你这个想法很好，我支持啊。好了，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啊，鸣谢一下啊，鸣谢一下。Cindy 莹，谢谢王先生和管理员。捞英捞，谢谢 YL， 谢谢。虽然中国经济已经与我毫不相干，但还是为王先生的解析点赞，希望中国的网友能够有所收获，谢谢你。Judy 请王先生喝杯我又不会读copy 是什么 ？copy damn copy 谢谢 CK 谢谢。前几天有个香港金融学教授说，新推的数字货币未来可能会与房产买卖挂钩，以免水位太高溢出，防止爆煲。这个教授不会是想错了吧？这跟房产交易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说数字货币跟这有关系啊？看不出来，有点胡扯吧。Jack Lin 谢谢王老师，见解很有价值，最喜欢王老师说的那句常识，不盲从，独立思考。是的，谢谢。林之宇谢谢明处谢谢，请王先生喝罐啤酒。好的。Jamie 张谢谢， Jack Han 谢谢， MMM 包谢谢，产 Claudia 谢谢。提问：中国以后的房价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向？哇，这么大的题目。你不给个期限吗？我们在讨论一个走向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给个期限。我们在分析的时候，一定会在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去讨论啊。那现在我们肯定是没有时间讨论，我们以后找个时间再说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房价这个问题很敏感，也很复杂，全国的市场这么多啊，每个城市情况都不一样，一个城市每个区又不同，我们只能分析趋势啊。趋势总的来说，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几个因素：经济、货币、房屋供应、人口，大概分析这几个因素。我们找个时间再慢慢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是没办法时间讲的了。好，我们下个节目再谈。那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，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